在冷战时期，朝鲜同越南都是两大阵营的交锋前线，而两地也都有南北分治的往事。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南朝鲜利用西方援助，成功实现经济腾飞，并在经济层面全面碾压北方。然而，同样接受了大量援助的南越南却没能顶住北方的压力，在美军撤出时快速崩盘。南越南与南朝鲜的故事非常相似，但结局却不尽相同。为何如此？因为南朝鲜实际上是一个异类，失败的南越南与无耻的吴廷琰才是美国傀儡的标准模板。想知道南越南为何灭亡，就要先了解南越南因何而生。南越南的正式名称是越南共和国，它的前身是于1949年成立的越南国。看过越南战争系列前几期的朋友都知道，越南国是法国为应对越盟游击队在越南全境建立起来的一个由保大帝统治的傀儡政权。然而，当法国惨败于奠边府之后，作为傀儡政权的越南国已经无力维持其在全越南境内的统治。奠边府战役即将结束时，美、英、苏、法、中等大国齐聚日内瓦，准备以协定的方式给越南冲突叫个暂停。而会议的结果就是越南一分为二，北方由越盟统治，南方则由越南国继续统治。但越南的南北分治只是日内瓦协议的表面结果。在越南南方，法国的失败让美国得以以新主人的身份全面介入越南局势。在新主人到来之后，一贯意识形态开路的美国人自然对保大帝这个既是前封建统治者，又是法国傀儡的角色十分不满。为了彻底控制南越南，美国人决定赶走保大，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在物色了一圈之后，美国人最终选择的是时年53岁的越南国内阁总长吴廷琰。美国人之所以会选择吴廷琰，有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吴廷琰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所在的家庭自17世纪起就接受了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天主教的背景让吴廷琰不仅在过去获得了觐见教宗机会，还在美国收获了大量的天主教人脉。而选择吴廷琰的第2个理由就是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动分子。早在30年代，吴廷琰就为了法国人镇压越南农民的起义。而到了日战时期，吴廷琰为了自己的前途，还曾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共同反对一心追求越南独立的越盟。美国人选择吴廷琰的最后一个理由，则是此人充满野心。吴廷琰在2战前就曾官至法属越南的吏部尚书，而在其后又曾数次谋求越南总理的位置。此人虽然是保大帝的臣子，但却坚定地反对君主制。为了赶走同法国亲近的保大帝，美国最需要的就是吴廷琰这种打着西化旗号推翻自己君主的野心家。以上3点让美国在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很快就下定决心扶持一个以吴廷琰为核心的南越南。不过，美国人选择吴廷琰的理由虽然没有一条是为了越南的繁荣富强，但表面功夫还是要做。下一步就是如何帮助吴廷琰成功推翻他的君主，并建立一个新的南越南了。从结论上来讲，美国的傀儡之所以屡屡失败，根源在于美国人在选择傀儡时，从来都是只考虑自己的方便，而不去考虑选择一个能让目标国家独立自主的人。并且雪上加霜的是，美国虽然一直打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号推行扩张，但在选择了傀儡之后，从来都不介意用下三滥的手段帮助他们上位。在选择了吴廷琰之后，如何帮助他从内阁总长变身南越南总统，就成了美国人要考虑的问题。吴廷琰此时的唯一对手就是已经从皇帝改成国长的保大。为了帮助吴廷琰击败保大，美国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对整个越南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在日内瓦会议中，美国代表以避免迫害不同政见者为理由，强行通过了一条要求。该要求就是在1954年11月前，应允许越南民众自由迁徙，根据自身政治倾向选择待在南方还是北方。这个要求看上去冠冕堂皇，但美国人盯上的是越南北方的数百万天主教徒。越南北方的天主教徒同越盟建立的红色政权自然格格不入，而在南方，越南皇族出身的保大国长也不喜欢这些教徒。然而，这些人需要安身立命的地方，天主教徒吴廷琰也需要选票。最终在美国的牵线搭桥下，双方一拍即合。1954年初的短短几个月之内，占到当时越南人口近7%的北方天主教徒就决定拖家带口前往南方。这一批人的到来不仅扩大了吴廷琰在南方的民意基础，也让他快速拥有了自己的基本盘。在获得了这些人的支持之后，吴廷琰的下一步就是通过选举正式剪除保大国长。1955年7月7号是吴廷琰就任内阁总长的1周年，而在这一天，他突然宣布君主制已经不再是历史潮流。为了决定南越南的前进方向，将于10月23号展开一场投票，决定南越南是继续保留君主制还是实行共和制。吴廷琰话说的好听，但是实行共和制的意思就是终结保大国长的统治。
到这时候已经被美国人抛弃的保大国长才如梦方醒。他利用自己仅存的权威，在选举开始之前宣布免去吴廷琰的职位。然而吴廷琰早已利用美国的默许，彻底控制了南越南政坛，就连保大国长的皇家卫队都在几个月前被吴廷琰剪除。最终，保大国长所有的行动都无济于事，全民公决于10月末准时展开。然而就在投票前夜，一直在背后默默关注吴廷琰的美国却找到了他。美国中情局的代表兰斯戴尔找到吴廷琰，表示美国虽然乐于见到他掌控南越南，但是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希望吴廷琰把事情做得太难看。兰斯戴尔估计，此时的保大国长已经人心尽失，就算进行堂堂正正的选举，吴廷琰至少也能获得60%选票。然而，利欲熏心的吴廷琰此时距离问鼎南越南只差临门一脚。他表面听取了美国顾问的意见，实际上却开始大搞小动作。在选举开始之后，他不仅禁止保大进行任何竞选活动，吴廷琰自己的竞选团体还对保大大肆攻击。不仅如此，吴廷琰还派出大量亲信前往各地投票点，而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是伪装成选民，制造大量虚空选票；另一件事则是对那些还敢支持保大的人拳打脚踢。当投票结果出来时，吴廷琰居然在全民参与的选举中获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 98.91% 的支持率，而在近600万的选票中，废票的数量居然是0。如此下三滥的手法让吴廷琰背后的美国人都有些看不下去。可是通过舞弊赢得选举只是吴廷琰的开始，在上任之后，这位美国傀儡的所作所为则会为越南带来更多灾难。实际上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虽然是越南南北分裂的起点，但在当时各大国并不认为分裂的越南是必要的。出于许多原因，大国们做成了越南在1954年一分为二的结果。然而他们留下了一个机会，这便是要求南北越在1956年7月以前进行普选，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统一。这一方案在1954年之后是绝大多数越南人的共识。然而对于吴廷琰来说，这个方案却是不可能接受的。当年占尽优势的越盟能咽下这口气，就是因为他们畏惧美国在此时干涉，同时有信心在公平的选举中获胜。然而一旦选举召开，北方获胜，吴廷琰为之奋斗半生的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在获得越南共和国总统位置之后，吴廷琰先找到美国，大谈北越南的威胁，说服美国不要支持他们履行日内瓦会议规定的义务，又3番5次拒绝北越南提出的展开统一选举的要求，而理由则是一口咬定北越南的环境不适合进行选举，北越南的环境根本做不到自由。而在越南国内，吴廷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其任人唯亲程度，就连南越南的大后台美国都感到汗颜。在吴廷琰的运作下，他的二哥被教皇任命为顺化教区主教，总管南越南的天主教事宜；四弟吴廷柔掌管私人军队，五弟吴廷景掌管秘密警察。而吴廷琰的兄弟们在获得权力之后，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短短数年间就控制了南越南黑白两道，聚集起大量财富。事实上，正是吴廷琰一人的倒行逆施，彻底断绝了越南在上世纪50年代和平统一的可能性。然而，面对吴廷琰的行为，完全有能力对其进行干涉的美国，除了偶尔的口头反对之外，不仅没有对吴家进行任何制裁，还在吴廷琰上任总统之后，加快了向南越南派出军事顾问的速度。因为美国很清楚，真正期待1956年大选的是本应该在奠边府战役获胜之后统一整个越南的北越。如今，吴廷琰一人的倒行逆施彻底粉碎了北方的梦想。那么，在失去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之后，北越以军事手段统一自己的国家是相当合理的选择。当时间来到1959年，早已忍无可忍的北越决定发兵南下，越南战争的第2阶段正式开始。